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宇宙真的是活的，那它诞生出来的时候，会不会其实早已设定好一个最高目的？这个问题听起来或许有点疯狂，因为我们长久以来被教育，宇宙的形成只是一次偶然的大爆炸，纯粹的物理规律，没有意识，没有灵魂，更不会有什么目的。但在上一集里，我们聊到混沌理论可能显示出宇宙本身就像是一个有智慧、有意识的生命体。如果宇宙是活的，那么一个问题就自然浮现：既然一切生命的诞生都有其内在的推动力与方向，那么宇宙作为最大的生命体，为什么要存在？它存在的最高目的又是什么？我们人类往往在生命的低谷时，会问自己：我为什么会出生？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而这个追问正好与宇宙的根本疑问相呼应，因为如果宇宙只是冰冷的星辰堆叠，那我们的存在就毫无意义。但如果宇宙本身带有意识，那么它诞生出来，绝对有某种远超我们想象的终极理由。想象一下，在最初的大霹雳之前，一切都还不存在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也没有能量，只有纯粹的虚无。而就在那一刻，某种本源的意志突然选择了展开，爆发成我们所知的宇宙。那一瞬间，宇宙不只是诞生了物质与能量，也同时诞生了意图。这个意图是隐藏在宇宙深处的核心，它驱动了无数星系的形成，推动了生命的出现，也让我们这些能思考的灵魂得以在此时此地诞生。更有趣的是，科学界对多重宇宙的推测也与这个想法不谋而合。弦论物理学家曾提出过一个惊人的数字，或许存在高达10的500次方个平行宇宙，每一个宇宙都可能在诞生、膨胀、收缩、回归起点之后再次涌现。换句话说，宇宙本身并不是单次的事件，而是一个像呼吸般循环的巨大存在。如果一个宇宙可以死亡，那么必然也能重生，而重生的意义会是什么呢？难道只是单纯的重复？还是说，这里藏着某种持续进化的终极目的？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再回头看人类，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：人类自身的诞生并不只是为了生存，从小到大，我们的渴望都不断超越温饱的层次。我们追求爱，追求自由，追求完整性，甚至渴望与比自己更宏大的东西产生连结。而这一点正好承接我们之前在灵魂渴望篇所探讨的内容。灵魂最深的呼唤就是爱、自由与完整。这些渴望难道只是偶然？还是说，它们其实就是宇宙自身的目的，在我们身上被映射出来？如果说每个生命体的诞生背后都隐藏着成长与蜕变的意义，那么宇宙作为最大的有机生命体，它存在的最高目的，或许就是借由无数个灵魂，透过无数次的体验，逐步完成它自己最高版本的演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诞生并不是附属品，而是宇宙自我进化的必然结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宇宙在看自己的一面镜子。所以，当我们回头问宇宙存在的最高目的究竟是什么，答案或许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逐步展开。宇宙诞生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制造星辰，而是为了诞生我们，并透过我们去看见自己最深的可能性。在科学的领域里，我们被教导，一切的开始是大霹雳。大约138亿年前，宇宙从一个极度高温、高密度的起点瞬间爆发，膨胀成如今浩瀚的星海。但问题来了，在大霹雳之前，什么存在？是绝对的虚无，还是一种科学无法定义的本源意识？如果我们只把大霹雳看作物理事件，宇宙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。但若换个角度思考，大霹雳会不会其实是一个生命体第一次呼吸的瞬间？那么每一次的诞生都不只是物质与能量的展开，而是宇宙意图的外化。弦论物理学与多重宇宙假说曾经提出过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：宇宙不止一个，而是可能存在10的500次方个宇宙。你可以想象，这样的数字几乎是无穷大，每一个宇宙都有自己的法则、自己的星辰、自己的文明。它们或许平行存在，也可能彼此交错，像是无数的泡沫漂浮在更高维度的海洋里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的宇宙其实只是无限呼吸中的一次，
诞生、膨胀、收缩，回归起点，然后再度诞生，就像心跳，也像潮汐，无穷无尽。而这种循环，难道只是随机的物理现象，还是背后有某种智慧在推动？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学习，一个灵魂不断投胎，每一世都带来新的体验，最后完成自我蜕变。同样的，宇宙或许也在透过一次次的诞生与覆灭，逐渐走向更高层次的自我觉醒。第一次的宇宙可能只是最简单的能量流动，下一次的宇宙诞生了更复杂的元素与星系，再一次的循环开始出现生命，并逐步演化出智慧与灵魂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这个宇宙已经走到一个能让自己意识到自身的阶段，因为人类会问，我们从哪里来？宇宙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个追问本身就是宇宙开始自我觉知的证据。这样的想法其实和古老的神秘学智慧不谋而合，许多灵性典籍早就说过，宇宙并不是无意义的虚空，而是神性本源的一次次展现。神性为了体验自己，于是展开成无数的宇宙，而每个宇宙则分裂成无数的灵魂，灵魂的经验正是宇宙在不同角度关照自己的方式。当我们把视角拉到更高维度，就会发现宇宙的循环其实是一场进化的实验，每个宇宙都像是一个舞台，演出无数生命的故事，爱与痛苦，自由与束缚，完整与分裂，这些极端的体验不断交织，让灵魂在其中成长，而灵魂的成长反过来又推动宇宙的进化。那么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宇宙？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数量级？答案或许是因为宇宙在追寻无限可能性，正如艺术家不会只画一幅画，作曲家不会只写一首曲子，神性也不会只创造一个世界。每一个宇宙都是一次尝试，一次不同角度的自我探索。而当这些无数宇宙的经验最终回归起点，它们其实是在累积智慧，为下一次更高版本的诞生做准备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大霹雳不只是一次爆炸，而是一种意识的展开。宇宙的循环不只是物理规律，而是一种智慧的呼吸。当宇宙一次次诞生，它其实是在不断学习，不断蜕变，最终走向一个更完整、更觉醒的自己。而在这个宏大的进化旅程里，我们每一个灵魂正是关键的一环，因为没有我们的体验，宇宙的进化就无从完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只是宇宙的产物，而是宇宙的参与者。我们每一段生命故事都是宇宙在完成自己的证明。如果说宇宙的诞生是一场宏大的乐章，那么灵魂就是乐章中无数个细致却关键的音符。宇宙之所以能不断进化，并不是因为星系自动旋转，也不是因为行星机械般运行，而是因为灵魂的存在。在灵魂渴望篇里，我们谈到灵魂最深的渴望就是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这三种渴望其实正好呼应了宇宙的最高目的，因为宇宙要成长，就必须透过我们去体验爱的多样性、自由的可能性，以及从破碎走向完整的过程。想象一下，当宇宙刚诞生时，它是一片纯粹的一体，没有对立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时间的流动。可是，如果一切都是完美的整体，那么就不会有体验的可能。于是，这个一体选择了分裂，分裂成无数的灵魂，让他们分散到不同的维度与世界，去经历各种对比，痛苦与喜悦，恐惧与勇气，孤独与爱。正是因为有了分裂，才有了体验；正是因为有了体验，才有了进化。这意味着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经历的挑战与挣扎，其实都是宇宙安排的学习课程。当我们在痛苦中仍能选择爱，在限制中仍能寻求自由，在破碎中努力找回完整，我们的灵魂就在进化。而这份进化不仅属于我们个人，也会回馈到整个宇宙。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网络，每一个灵魂都是其中的一个节点，我们的经验会被上传，成为宇宙的集体记忆。当无数灵魂的经验累积起来，宇宙就得以不断更新、蜕变，往更高的智慧迈进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如果宇宙的最高目的就是进化，为什么要用这么艰难的方式？为什么我们要受苦、要分裂、要经历这么多的挣扎？答案或许就在对比这个字里，因为没有黑暗，我们就无法体验光明；没有痛苦，
我们就无法理解爱的珍贵。宇宙透过极端的对比，让灵魂体验更深层次的真相，而我们的选择正是让宇宙意识不断扩展的关键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偶然，每个灵魂的旅程，不论短暂还是漫长，快乐还是痛苦，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因为每一段体验都代表着宇宙在不同角度看见自己。当你爱一个人时，宇宙透过你体验爱；当你感到失落时，宇宙透过你感受孤独；当你突破限制时，宇宙透过你学会自由。这种灵魂与宇宙的互动，就像是一场无形的合作。我们不只是宇宙的产物，我们同时也是宇宙的共同创造者。因为没有灵魂的参与，宇宙就无法完成它的目的。有趣的是，这样的观点也呼应了许多古老的智慧传统。印度奥义书说，你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你。基督教神秘学也有一句话，上帝在你之中，借由你认识他自己。甚至在现代量子物理中，观察者效应也指出，现实的状态会因为观察而改变。换句话说，宇宙必须透过我们的意识，才能实现它本身的样貌。因此，当我们追求灵魂最深的渴望，爱、自由与完整，我们其实是在帮助宇宙完成它的最高目的。灵魂的进化与宇宙的进化是同一个过程，没有分开，没有差别。所以，下一次当你质疑自己的人生价值时，请记得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最高目的的一部分。你不是渺小的尘埃，而是整个宇宙进化旅程中不可或缺的火花。当我们把眼光从个人灵魂扩展到整个宇宙，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性：宇宙的宏观结构与我们自身的微观结构竟然彼此呼应。科学家观测到，宇宙中的星系分布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宇宙网络，由无数星系群透过能量丝状结构相互连接，而这种分布方式竟与人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高度相似。换句话说，宇宙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大脑，而我们每个灵魂的意识正像是其中的神经元。这并不是浪漫的比喻，而是科学与灵性交汇时最耐人寻味的发现。这也意味着，微观与宏观并不是分裂的，而是一体的不同层次。你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次选择，都像是一个能量脉冲，影响着更大的宇宙网络。同时，宇宙的进化也会透过某种方式反馈到你身上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在浩瀚宇宙中渺小如尘，但事实上，我们与宇宙的关系就像细胞之于身体。单一细胞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没有它，整个身体就无法完整。同样的，每一个灵魂的体验都在为宇宙的整体意识提供养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，你不是宇宙之外的旁观者，你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进一步看，宇宙的循环与我们的生命周期也呈现惊人的相似。宇宙有诞生、膨胀、收缩、回归起点；人类有出生、成长、衰老、死亡；灵魂则有降生、体验、学习、回归本源。这三者其实是同一种模式，在不同层次的展现，就像同一首乐曲，用不同的乐器去演奏，旋律相同，表达却各有层次。当我们理解这一点，就能感受到生命与宇宙的深度连结。这种模式的呼应，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渴望爱、自由与完整。因为在最宏观的层面，宇宙自己也在追寻爱，它渴望将无数分裂的部分再次融合成一体。它也在追求自由，每一次的新宇宙都像是一次全新的可能性，不受过去限制。它更在追求完整，透过无数的循环，走向最圆满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渴望不过是宇宙渴望的缩影。因此，当我们体验人生时，其实就是在参与一个更宏大的宇宙剧本。每一个悲伤，每一个喜悦，每一段追寻，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与整体息息相关。你的一个选择可能会微妙地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觉醒，而集体的意识转变则会推动整个宇宙意识的提升。这也许就是宇宙存在的最高目的，透过无数灵魂的互动与经历，让一体能够以无限的角度看见自己，并最终在爱与完整中完成自我觉醒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发现，生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挣扎，而是一场与宇宙共舞的旅程。当我们回顾这一连串的探索，
或许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宇宙并非一个冷漠无情的舞台，而是一个有意识、有目的的存在。而这个最高的目的，不只是单纯的诞生与毁灭，也不只是物质与能量的循环，而是透过无数灵魂的体验，让宇宙最终回归爱与完整。想象一下，宇宙诞生时分裂出无限个灵魂，就像一颗种子裂开，散落出无数的光点。这些光点走向不同的方向，经历喜怒哀乐，经历痛苦与蜕变，最后他们会再一次回到源头，把所有的经验化为智慧，带回给整体。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旅程的缩影吗？出生、漂泊、寻找，最后带着故事与爱回到最初的家。如果把这看作一场游戏，那么宇宙的规则就很清楚，不是看谁最富有，不是看谁最强大，而是看谁在旅程中能最真诚的体验爱，最勇敢的追求自由，最完整的认识自己。因为当我们做到这些，不只是灵魂得以进化，宇宙也会因此而成长。这也意味着，无论我们的生命看似多么渺小，其实都承载着宇宙的伟大目的。你的快乐，你的痛苦，你的选择，都并非孤立，而是宇宙自我探索的重要片段。你的一句温柔，一次原谅，一个勇敢的决定，都会在更高维度里被宇宙珍藏，成为推动整体觉醒的一股力量。所以，当你下次仰望星空时，不妨静静告诉自己，我不只是凝望宇宙，我本身就是宇宙。宇宙的最高目的正在透过我的生命展现。这样的觉知不仅能让我们带着力量走过人生的困境，也会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早已与宇宙合一。而这或许就是宇宙想让我们最终理解的真相，我们就是它，它就是我们。在最深层的层次里，从最小的灵魂到最大的宇宙，没有分裂，只有一体。当这个觉知真正被体验，我们也就触摸到宇宙最高目的的核心。如果宇宙真的有一个最高目的，你觉得会是什么呢？而你自己的人生中，是否也有想达成的最高目标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